提到印度的火车运输线路，很多人的脑海当中立即就会浮现出一幅人满为患的景象。直到现在，印度的火车依然在向外出售挂票。于是，印度为了能够尽快打造属于本国的高铁，不惜花费50亿卢比向中国订购火车车轮。可正当中国的工人们加班加点地为印度赶制车轮时，印度政府却突然变卦了。那么，印度的高铁建设之路为何会走得如此坎坷呢？印度又为何会在与中国签订合同的同时突然变卦呢？说到印度，一定会有人谈到印度糟糕的铁路运输情况。而事实上，这种让人直接挂在车厢外面的乘车方式，不仅会受到外界的嘲笑，就连很多印度人自己都看不下去了。早在本世纪初期，就有印度官员提出过要停止售卖挂票的策略，因为印度的火车挂票是完全免费的，印度政府从中收不到任何1分钱的税，乘车的人还容易遭遇交通事故。这样既不安全又不体面，也无法产生税收的乘车行为，当然应该尽快废除。但考虑到印度的穷人数量非常多，很多印度社会底层的穷苦人也的确有着乘车的需求。在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竞选期间，莫迪本人就曾经大肆拉拢过底层的穷苦人群体，希望他们能够给自己投票。到了莫迪上台之后，他自然也没有理由对火车挂票的政策出手。所以，印度糟糕的铁路运输情况就一直维持到了今天。印度曾经考虑过像中国一样在境内大建高铁，不得不说，印度人的这个想法还是较为美好的。只要让一部分人去坐高铁，然后将高铁运营的收益拿一部分出来补贴普通火车的运输业务，不久之后就可以把普通火车的座位价格打下来，底层的穷苦人也就能坐得上火车了。可是现实却狠狠地给印度政府上了一课。印度虽然也是制造业大国，但印度至今依然维持着规模庞大的低端制造业。印度工人生产出来的大多都是一些基础工业品，稍微让他们做一些高技术含量的产品，这些印度的工厂就无法完成任务。所以，印度每年还是必须向外国进口涉及到国防军工、科技研究等领域的高精尖产品，因为印度国内的工厂实在是做不出来。即便印度政府投入再多的资金和力气，印度的工厂和研发部门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目标。思来想去之下，印度只得将建设高铁的任务分批外包了出去。只要在产品建好之后，印度政府为产品打上一个本国生产的标签，就足以欺骗普通的民众了。至于国外舆论怎么议论印度政府的各种行为，印度的官员们倒是不在乎的，反正只要到手的产品好用、堪用就行。于是，印度从德国进口了高铁车厢，从其他一些欧洲国家进口了高铁的零部件，最终他们也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并准备花费50亿卢比，请中国帮印度代工制作一批高铁使用的火车车轮。早在几年之前，印度就开始筹划向中国进口货车车轮产品的计划了。为此，印度的铁道部更是一口气与中国拟定了一份价值50亿卢比的合同。可正当中国的工人在加班加点地为印度生产火车车轮时，印度却突然告诉中国的合作方，他们并不想在合同上签字，因为有人出的价格比中国厂家更加便宜。这个与中国竞争的对手就是乌克兰。由于乌克兰承接了苏联时期的大多数重工业设备和工厂，其生产出的火车车轮与印度的铁轨也较为匹配，所以综合了多方面的因素考虑之后，印度最终决定将这笔订单交给乌克兰去做。结果几个月之后，印度就直接傻眼了，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居然爆发了战争。战争到来之后，乌克兰的所有大型工厂都开始被迫生产军火产品，印度的高铁火车车轮根本无法按时交货，而且乌克兰也不愿意向印度退还先前支付的一大笔定金。就这样，印度人因为自己的贪婪让钱打了水漂，但乌克兰干不了的事情总得有人干。在对比了一圈国际市场的价格之后，印度只能再次厚着脸皮上门求中国。这一次，印度还生怕中国的厂家不愿意接单，直接将先前的订单价格提高了1倍。中国的厂家恐怕怎么也不会想到，当印度人拿着订单在外面转悠了一圈之后，自己居然能够凭空多挣10亿卢比。不过，印度人一向以精于算计闻名于世，他们之所以愿意在中国厂家的面前低下头主动提高订单的价格，是因为他们在对比了日本、欧盟等国同类产品的制造价格之后，发现还是中国制造的产品最为物美价廉。据悉，这批订单的车轮产品总数为3.9万个，中国企业给出的报价也只比乌克兰的承造商高了 1.68%， 而日本和欧盟报出的价格则令印度人大跌眼镜。而且，欧盟制造厂商报出的价格更是直接超过了印度政府对高铁线路的全部投资预算。这还仅仅只是车轮的造价，如果要把整条高铁线路都修完，印度恐怕还得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所以，印度人其实并没有变，他们在与任何国家做生意的时候，都会事先将收益和成本算得清清楚楚，
而后选择性价比最高的一家进行投标。不过，有了中国企业制造了火车车轮之后，印度的高铁依然令人担忧不已。这不仅仅只是因为印度高铁的质量参差不齐，也是因为印度的铁路建设是一项牵涉到各个地方政府的庞大工程，而各个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的局面，也给印度的中央政府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印度政府今天在铁路建设方面遇到的种种难题，其实在印度独立时就已经种下了祸根，这导致印度的行政效率极其低下。各地政府更是没有将修建高铁的计划放在眼里。早在2000多年以前，中国的古人们就用实际行动为后世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参考的样本。任何庞大的经济建设项目都必须要有稳定的政治基础作为支撑，否则其中存在的巨大变数，最终一定会导致工程无法顺利进行。而一旦工程陷入瘫痪的境地，受影响的将不仅仅是参与工程的各个建设方以及主导工程的政府，更重要的是国家的发展计划和人民的幸福生活将会因此被搁置。印度今天所面临的尴尬局面，不仅仅是印度政府在全世界面前展现出的一场喜剧，同时也是印度这个国家的灾难。高铁建设只不过是印度国家治理闹剧的一个缩影，其背后呈现出的是整个印度的混乱无序。也许在经历了无数的混乱和波折之后，印度人民终究能够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但在那之前，他们必须为当下所发生的一切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